那个战家三少爷真是脸皮厚，乔少都不想搭理他，他还像块牛皮糖似的粘着乔少不放。凤大少奶奶也看向了战浩宇，说到战家三少爷比你们都有优势，他是男的，身份地位摆在那里，乔氏集团不会轻易与战士为敌，乔少的保镖就无法拦截战三少爷。闻言呢，凤若更加的嫉妒不已，那狠狠地灌了一口红酒后，他问着大嫂凤晴呢，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没有看到她。凤大少奶奶不喜欢凤晴，一是凤晴在乡下长大的，就算凤晴天生看上去就是端庄大气的人，回归凤家后略一打扮，连凤若都被比下去。可是凤大少奶奶就是不喜欢亲小姑子，就觉得凤晴是个很狡猾的人。就别看凤晴在凤家大宅很低调很软弱的样子，她不声不响的就分走了，哥哥手里为数不多的权利，让凤大少奶奶这些当嫂子的很不爽。凤大少奶奶暗地里挑唆着凤若和凤晴争权夺利，说凤若在凤家长大的，一直被当成接班人来培养，虽不是凤家的亲生，养女也是女儿呀，真正来说凤若才是长女呢。凤若比凤晴大10分钟的。凤大少奶奶打的主意是两个小姑子争权夺利，然后她的男人就坐收渔翁之利，别人家的家产大都是留给儿子继承的，凤家特别一点，家主之位交给长女继承，公司的股权也大部分掌握在家主手里。凤家的男儿们早就不满这个家规了，很想打破这个规矩。若是凤晴和凤若都死了，凤家主就没有了女儿，不得把家主之位给儿子，总不能交给旁系的女儿们来继承吧。凤大少奶奶想着啊，以她婆婆那霸道阴毒的个性，绝对不可能把家主之位交给旁系的女孩子继承的。她婆婆是那种心性，若是女儿死了，旁系的那些女孩子也别想活了。只要凤氏家族没有女孩子了，不就得更改规矩，把家主之位传给儿子。凤大少奶奶的男人呢，是凤家大少爷，是长子，她想着婆婆若是更改了规矩，就只能把家主之位传给她的丈夫。大嫂凤晴惯会私底下结交那些有利于她的贵太太们，你帮我看着她点，不要让她和那些太太们结交。凤若又喝了一口红酒，低冷的到他们现在看不上我，不和我来往了，凤晴也别想和他们成为朋友，我会帮你看着的哈。他们开始跳舞了，你赶紧去邀请乔少与你共舞一曲。凤大少奶奶看到大家随着音乐开始跳起舞来，便催促着小姑子过去邀请乔涵共舞。凤若没有说话，端着酒杯直接向乔涵走过去。此时的乔涵正烦着战浩宇呢，战浩宇站在他的面前，绅士般朝他伸出手，要与他共舞。战总，对不起，我有舞伴了。乔涵自是冷冷地拒绝战浩宇的邀请。战浩宇含笑问他，不知道乔总的舞伴是谁。乔轩冒出来，结果还没有开口，就被战浩宇和他姐同时推开。他做错了什么？他不过是想帮姐姐解围。战浩宇推开他还说得过去，姐姐居然也推开他。乔轩，你自个儿乐去吧。乔涵低沉地说了句，然后他喝光了他酒杯里的酒水，随即把酒杯交给身边的保镖。他起身从战浩宇的眼前走过，径直走向坐在角落里悠闲地品尝着美食的凤晴。乔涵是江城最受女性欢迎的男人，他在宴会上的一举一动都能吸引无数人的眼光。看到他朝凤晴走过去，不少女孩子脸色都不好看了。凤若突然窜出来，挡住了乔涵的路，笑容灿烂地问着乔涵：“乔少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”乔涵沉声拒绝：“对不起啊，凤二小姐，我有舞伴了。”说着，他越过了凤若，再走几步呢，便走到了凤晴的桌子前。凤晴吃得正欢呢，忽然察觉到很多人都在看着他，他抬头便看到乔涵站在他的对面了，他就愣了愣，随即冲乔涵笑了笑：“乔少，有事吗？”战浩宇跟着过来，
经过凤若身边的时候，凤若鬼使神差地伸出脚去，想绊倒战浩宇。在凤若的眼里，战浩宇是他最强大的情敌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他都要让情敌在众目睽睽之下摔跤，丢脸。凤若过于轻敌，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对战浩宇下脚了。战浩宇察觉到凤若的小动作时，是装着被凤若绊倒，不过他没有往前扑去，而是跳了起来，却又很巧妙地扫了凤若一脚。咚一声响，有人摔倒在地上，那自然是伸脚绊人的凤若摔倒在地上。他是往后摔的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头部撞到地面，发出了那一声响。所有人都看过来，凤若穿着晚礼服呢，摔了个四脚朝天，不仅狼狈万分，还有点走光，脚下那双恨天高，有一只还脱脚而飞，飞到了一边去。这一幕看呆了所有人。战浩宇站在不远处，也是一脸懵的样子。乔涵没有看到两个人的小动作，因为他和凤晴面对面，就背对着战浩宇了。不过凤晴却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凤若使脚想绊倒战浩宇，却被战浩宇反过来绊倒他，摔得那么难看，这下子丢脸都丢到太平洋去了。凤晴在战浩宇看过来的时候，他悄悄地朝战浩宇竖起了大拇指，办得好，点赞。战浩宇黑眸闪烁，这个凤家真千金有点意思呢。还有凤家千金瞧着有点眼熟，跟他大嫂有几分相似吧。战浩宇被这个认知吓了一跳，凤晴与他大嫂有几分相似，要是被有心人知道了，利用一番，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。凤若，凤大少奶奶先是叫了一声，随即赶紧上前来挽扶起小姑子。凤家主听说小女儿摔了个四脚朝天，连忙带着另两个儿媳妇走过来。怎么回事？凤家主一过来就厉声问着，那他的视线扫向了站在不远处的亲生女儿。凤晴说道：妈，你不要看我，我离凤若有几米远的距离呢，就算我会佛山无影脚，也扫不到她摔跤，更何况我根本不会佛山无影脚。乔涵很仗义地替凤晴作证，说到凤家主，我可以为凤晴小姐作证，她刚刚一直坐在这里吃东西，我想邀请凤晴小姐跳支舞，凤晴小姐才站起来的。妈又没有说是你害凤若摔倒的，只是你离凤若这么近，看到妹妹摔着了，也不知道过来扶她一下。凤家主偏心养女，在江城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她话一出口，大家都在心里腹诽，这个老太婆简直就是老糊涂，拎不清了。养女摔倒，居然怪亲生女儿不去扶啊？凤若自己不会爬起来吗？她摔着与凤晴有个毛线的关系？就是吧，凤若摔得那么狼狈，凤晴你就站在那里看，没点手足情，也不知道扶一下凤若。看到凤若丢脸了，狼狈了，你很开心是吧？说这话的人是凤大少奶奶，明明不是凤晴的错，她也想让凤若怨怪着凤晴。凤晴张嘴想说什么呢？最后却是什么都没有说，而是垂下了头，很委屈的样子，看得让人愤怒不已。就大家都觉得凤家的人都是拎不清的，凤若的亲生父亲害得凤晴这个真正的千金小姐，一出生就成了管家的女儿，被带到乡下老家长大。凤若抢走了属于凤晴的一切，好不容易老天爷开眼，让凤晴的真正身份得到正位，谁知道凤家人还是像以前那样宠着凤若，对凤晴都是表面功夫，连凤家主这个亲妈都这样对待凤晴。凤晴回归凤家也有1年的时间了，也跟着凤家主出门应酬无数次，大家看到的都是凤家主对凤晴的不满，从来没有在人前对凤晴笑过。虽说现在凤晴在凤氏家族的企业里也任着职，看似给了她不少权利，那都是表面的功夫。谁不知道凤晴在乡下长大，没有什么见识及手腕，在凤氏集团里又属于空降而来，能得人心才怪呢。
听说凤家的3个儿子，也就是凤晴的3个亲哥哥，不管是在公司里还是在生意上，总给凤晴挖陷阱坑害，算计凤晴，阻碍着凤晴的上位之路。更不要说那个不甘心失去一切的凤若了。凤大少奶奶，你这是往凤晴小姐身上泼脏水啊！你哪只眼睛看到凤晴小姐开心了？凤二小姐摔倒也是一瞬间的事，我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呢。等到我们反应过来，大少奶奶已经扑出来了。大少奶奶反应这么快，还真是凤二小姐最好的大嫂呀，时刻都盯着凤二小姐的安全。在凤二小姐一摔倒，大少奶奶就能扑出来。是不是大少奶奶算好了凤二小姐会摔倒？乔涵是放弃了帮弟弟和凤晴牵线，但他还是很欣赏凤晴的，见不得凤晴受这种委屈。向来不多管闲事的他，也就多嘴的替凤晴反驳着凤大少奶奶。凤大少奶奶会往凤晴身上泼脏水，乔涵也会往凤大少奶奶身上安罪名。乔少，你好了！凤家主低喝一声，凤大少奶奶就不敢说话了。凤家主先是关心地问着凤若：“阿若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妈，我头有点痛，也扭到了脚。”凤若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妈，是我不小心碰到了战三少爷，才会摔倒的，与晴姐无关。你和大嫂快别怪晴姐了。”他又看向战浩宇，委屈地指责着战三少爷：“你干嘛要绊倒我呀？我知道你也喜欢乔少，公开追求乔少，我们是情敌，可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呀。”凤家主蹙眉，问着女儿是战三少爷绊倒你的。战浩宇叫起来：“凤二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明明是你想绊倒我，力气不够，只让我跳了起来，并没有摔倒，反而是你自己站立不稳。摔倒了，你这是自作自受啊，活该。想在战浩宇面前颠倒黑白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一个人能舌战10几个情敌，都能立于不败之地呢。就凭凤若一个人，就想赖他，门儿都没有。”战浩宇也不给凤家人反驳的机会，他抬头直指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监控，说到：“到处都有监控，凤二小姐非要说我绊倒你的，不如就请乔少调出监控来，让大家都看看，到底是你想害我出丑，还是我害你了。”广元酒店是乔氏集团旗下的，乔涵又是乔氏的当家人，他有这个权利调取监控来看。凤若狡辩着：“我也不是想绊倒战三少爷，只是不小心碰到了三少爷。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怪不到我了？”凤若哑口无言。听了这么多，凤家主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压下怒火，温和地对战浩宇说道：“战三少爷，对不起，是我女儿误会你了，真的对不起。”随即他又厉声地对凤若说：“还不向三少爷道歉啊？”凤若丢脸丢到家了，却还得向战浩宇低头道歉，让大家见笑，是小女误会了战三少爷。没事了，大家都去跳舞吧。不要因为小女的小事情影响了大家的心情啊。凤家主歉意地说了几句话，又朝乔涵和战浩宇歉意地点点头，便拉着凤若走出了人群。他拉着凤若走出了酒店，走到了人少的角落里，才松开了凤若。他背对着凤若，望着远方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凤若小心地看着他，不敢说话。今晚能出席宴会的都是大佬，轻易不能得罪的人，你怎么就对战三少爷伸脚了？战三少爷虽不是江城人，但战士在江城也是有生意有人脉的，战家的人可不好惹。不说战三少爷兄弟几个十分优秀，仅是战家太太这枚定海神针还活着，就没有人敢针对战家，敢对战家人下手。你竟然用那种小手段对付战三少爷！凤家主转过身来，瞪着这个养女，表情严肃，声音严厉，眼里也有着对养女的失望。他倾尽心血培养出来的接班人，1年前呢，被告知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就算他处置了凤若的亲生父亲，却不动凤若一丝一毫。
还留着凤若在凤家，也不要求凤若改姓。那毕竟是自己养了28年的女儿啊。可是如今看着这个女儿做的事，让凤家主觉得没有凤家血脉的女儿做的事越来越上不得台面了，还看不清形势就乱得罪人。凤若想为自己争辩，但看到母亲那张严肃的脸，她最后便是向母亲低头道歉：“妈，对不起，这一次是我错了。”她又上前2步，亲热地挽上了凤家主的手臂，撒娇似的说道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吗？我就是太喜欢乔少了，本来就竞争力强，还多了一个战三少爷。我们因为是女人，无法亲近乔少，战三少爷却可以亲近乔少。乔少的保镖还拿他没办法，他甚至公开要追求乔少，还在乔氏集团门口堆了大片大片的花海。我对他那是羡慕嫉妒恨，一时忍不住就做了那样的事。我没想到战三少爷反应那么快，我没有绊倒他，反而被他绊倒了，摔得我痛死了，还丢脸。想到自己刚才那一摔，凤若又恨得咬牙切齿的。他从来没有那样丢脸过。妈，你别生气了，好吗？我保证以后都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凤晴也是看到我摔倒了，也不第一时间来扶我。大嫂说的对，她就是看到我出丑开心呢。一落，凤家主就戳了一下她的额，说她阿晴在吃东西，乔少突然找她，她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你就摔倒了。她说她当时都懵了，怎么去扶你？阿晴是在乡下长大的，没有学过拳脚功夫，反应自然不够快。你是学过一点功夫人的，都还被战三少爷反将你一军，让你招惹不该招惹的人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的错误，不要老是怪到阿晴的身上。阿晴怎么说也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要记住，要不是你爸，阿晴也不会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你欠阿晴的呢，不要老是一副阿晴抢了你的东西的样子。凤家主心里门清得很，他只是不点名而已。就他年纪大了呀，再过几年就没有精力再管着凤氏家族的事，那个时候需要考虑退休，让继承人上位。但是亲生女儿回归凤家才1年，虽说扮猪吃老虎是有本事的人，由于时间太短，暂时还没有站稳脚跟的。他看似继续偏爱着养女，不怎么管着亲生女儿，其实是用着他的方式来磨练着亲生女儿，逼着女儿在短短的几年里站稳脚跟，有足够的能力接管家主之位。至于族里有些人偷偷摸摸的去打听他那2个外甥女的事，凤家主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，都几十年了还能找回来，就他们当年也才几岁大，大外甥女都未必能记住呢，更不要说小外甥女。下一任的家主必定是他女儿。妈，我也是无辜的呀，做出那件事的人是他，又不是我。我那时候不过是刚出生不久的奶婴，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，怎么能说是我欠凤晴的？我和凤晴谁也不欠谁的，因为这件事的发生，我们俩都无法主导。妈都不知道的事，我和她又怎么知道？凤家主是他的疏忽，导致了女儿被套这种狗血剧情发生在她的身上。好了，进去吧，不要再离开我的身边，免得你又犯蠢，做出丢脸的事情来。记住，以后离战家三少爷远一点。战氏家族我们也得罪不起，凤氏家族在江城连乔家都不如的，不过是这个家族存在的时间长，又与众不同，才没有被挤出江城顶尖豪门之列。他们自己家族内斗算不得什么，但一旦跟外面的大家族斗，凤氏家族胜算的几率并不大的。凤家主这么多年来，向来都是结交比他们凤氏强大的家族，比他们弱的家族，他要么欺负，要么侵吞别人家的公司。那一点点壮大凤氏家族，他希望有朝一日，凤氏家族能够回到最巅峰时期。最巅峰时期，
凤家在江城那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。母女俩重新回到酒店里，然后凤若又火遮眼了，因为她一回到酒店里就看到了凤晴正和乔涵一起跳舞。不止凤若看得火遮眼的，那些爱慕乔涵的女人个个都恨不得用眼神将凤晴千刀万剐，然后个个都看着战浩宇。战浩宇却端着一杯酒站在那里，边喝着酒边看着乔涵与凤晴共舞。他不仅没有吃醋的表情，反而隐隐带着点笑意。众人对这个最强劲的情敌那是大失所望啊，怎么不上前去和凤晴抢乔少呀？那他们也想和乔少共舞呢。凤晴感受得到别人恨不得盯死他，他轻轻地对乔涵说道：“乔少，你请我与你共舞，让我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。”乔涵轻笑：“凤晴小姐怕吗？”凤晴美眸闪烁，与乔涵对视片刻。他笑：“乔少，我是真的对你感兴趣，很乐意加入追求爱慕你的大军啊。我也很欣赏凤晴小姐，不过可惜，我不能给凤晴小姐希望。凤晴小姐还是另觅他人吧。”凤晴看他的眼神是欣赏的，还没有到痴迷的地步。乔涵就不想让这个女孩子越陷越深，他借这支舞摆脱战浩宇的纠缠时，也是告诉凤晴，凤晴是个很爽快的人，会做出选择的。凤晴果然笑道：“乔少有了喜欢之人吗？那既然乔少有喜欢的人，那我只能成人之美。”他是欣赏乔涵，却也明白乔涵不可能会成为凤家的上门女婿。他回归凤家之后，查过凤家的家谱，发现历代凤家主招的上门女婿都是没什么本事的，有能力的男人不会给他们凤家当上门女婿，除非与家主感情特别好，为了家主可以放弃一切。那既然乔涵给不了他希望，他就不要陷进去啊。乔涵笑了笑，凤晴小姐这么优秀，一定能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好男人的，但愿能够成乔少贵言。不过乔少今晚与我共舞，怕是会给我引来很多麻烦。乔涵看了战浩宇一眼后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明天后被针对的人依旧是战总，你只要对付你家那位二小姐就行了。况且啊，有麻烦你怕吗？”凤晴笑，知道乔涵是看透了他，战总一直盯着咱们看，看来他对乔少是真的喜欢，我看他看得目不转睛的。凤晴也觉得战浩宇在盯着他看，只是他不敢肯定，战浩宇是在看他家乔涵，也在看凤晴，越看越觉得凤若更像他大嫂的姐姐海玲了。凤晴和她大嫂海彤是第一眼看觉得有点像，细看下就不像了，但跟海玲姐相比，那是越看越像。要不是知道大嫂只有一个姐姐，战浩宇都会以为凤晴是大嫂的另一个姐姐。大嫂跟海玲姐就反而没那么像，海玲最像母亲，海彤是集合了父母的优点来长，跟母亲只有点像，最像他爸爸。战浩宇忍不住胡思乱想，自家大嫂的家世是不是还不够清晰？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长得有点像也不是没有，但是凤晴跟海彤姐妹都有点像，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，他们会不会是亲戚关系啊？战浩宇猜测着，可想到商小飞和大嫂姐妹俩是表姐妹，他们都不像，要是相像的话，商小飞初见海彤就会起疑心。乔涵与凤晴转了一个圈，就换成他面对着战浩宇。在他看向战浩宇时，战浩宇朝他举了举杯，俊脸上满是笑容。乔涵马上别开了视线，就他现在是烦透了这块牛皮糖。战家养出来的男儿都是牛皮糖吗？一曲终罢，跳舞的人就停了下来。乔涵松开了凤晴，战浩宇立即走向他。阿涵，累不累呀？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战浩宇对乔涵说的话，那是肆无忌惮的。乔董夫妻俩对乔涵的称呼都是叫阿涵。
战浩宇也跟着这样叫，以后是夫妻嘛，叫的亲热点没事。乔涵的俊脸呢，却是一瞬间就黑了下来。他冷冷的道：“战总，请你叫我乔总。一般只有他的家人才会这样称呼他。你的名字就是叫阿涵，我叫你的名字没有叫错吧？那还是你有其他小名？你的小名叫什么？我以后叫你的小名吧。我要特殊一点的，你对我来说很特殊，我也希望在你这里我是特殊的。阿涵，你可以叫我浩宇，也可以叫我阿浩或者阿宇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乐意叫我亲爱的，我会更开心的。”乔涵被战浩宇的厚颜无耻气得差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了，他很想把这个男人的嘴巴封住。凤晴在一旁听着战浩宇厚颜无耻的话，抿嘴而笑。他觉得如果乔涵是个女人的话，都不用1个星期就会惨败在战浩宇的手里，被战浩宇拿下。这个战三少爷脸皮够厚，能说会道，长得又帅，家世又好，在他火热的攻势之下，不知道乔大少爷能撑多久，最后会不会被战三少爷带歪了。2个男人都这么优秀，如果都成了同性恋，着实可惜，不过与他无关了，就他和乔涵不会深入交集的了，因为乔涵明确地拒绝了他，纯粹的欣赏他，不会娶她或者嫁他，看不到希望的，他就不会让自己再沉迷下去。凤晴对待感情很理智，哪怕是自己特别欣赏的男人，知道没有希望后，也能及时刹住了脚。乔涵撇下战浩宇就走。阿涵，你去哪里啊？等等我吗？战浩宇呢，发挥着牛皮糖的本性，追着乔涵走。就所有人都看他们俩，就没有人敢插手管这2个大男人的事。乔涵的那些爱慕者是恨死了战浩宇的。1个晚上都是看到这个厚颜无耻的男人缠着乔少不放。乔涵直去接跟主办方道歉，他说道：“明总，对不起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失陪了。”明总也知道乔涵是被战浩宇缠得烦透了，更是成了众人的话题。哇，能撑到现在才走，已经是耐性十足了。他理解得到乔总的事情重要一点，乔总先去忙吧。末了，他补充一句：“我能理解乔总的。”乔涵感激地点点头，然后带着保镖团走出自家的酒店。乔轩还舍不得走，他窜到姐姐的身边去，边跟着走边说道：“哥，你这就回去了？宴会还没有结束呢。你不想回，可以等到宴会结束后再回，我留一辆车给你。”乔轩想了想后说道：“那行，哥先回去，给我留一辆车就行。”乔涵走了。战浩宇在众人的盯视下也跟着告辞而去。明总算是明白了，这位战家三少不久前亲自找他讨了份邀请函，不是有多给他面子，而是冲着乔涵来的。看来啊，战家三少爷是真的同性恋。对乔少也是来真的了。一时间，那些曾经肖想过战浩宇，想让战浩宇成为他们家女婿的老总们，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现在啊，就算是战浩宇想娶他们的女儿，他们也不会同意的了。可不能让他们的女儿嫁入战家守活寡。也不知道战家的其他少爷里头，还有没有歪的？战浩宇想不到的是，因为他公开追求乔涵，那导致他的弟弟们多少都受到影响。乔涵，战浩宇一出酒店，就快步追上前去，在乔涵上车时拉住了他。那乔涵一甩手，甩开了他的手。战总，请自重。乔涵冷冷地警告着他。战浩宇道歉：“阿涵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想占你的便宜，我是着急的想拉住你。”深吸几口气，乔涵觉得自己的脾气是越来越好了。被战浩宇磨得这么好的，战总还有什么事啊？乔涵这句话问得相当的无奈。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，老天爷可以惩罚他，但别给他派了个战浩宇来折磨他呀。阿涵，别叫我阿涵。看他生气的样子，
战浩宇心软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好吧，我正在追求你，还没有追到手，叫得那么亲热，你是不能接受的。乔总，我喝了不少的酒，不宜再开车。我们同在寓意别墅区里，我能坐你的顺风车回去吗？”乔涵一指斜对面的丰泽大酒店，冷冷的道：“战总，你走路都不需要5分钟，就能回到你们丰泽酒店，坐个毛线的顺风车。他的房子都还没有装修呢，住个毛线呀？况且战总的房子都还没有装修，你跟着回寓意别墅区能住吗？”战浩宇笑着：“不能睡，不过我是想去你家里喝碗醒酒汤，这酒喝多了挺难受的。”没有，乔涵直接拒绝：“我家没有醒酒汤。”说完，他钻进了他的车内，迅速地关上了车门。战浩宇没有追着走，他站在酒店门口，笑着朝乔涵挥手，说着：“乔总，明天再见。”乔涵在心里腹诽：如果可以，他希望与他永远不见。等到乔涵走后呢，战浩宇站在原地看了片刻，转身就想回酒店里，却在转身时看到凤家主带着他的儿子儿媳以及2个女儿从酒店里出来。这明总带着几个人相送啊。凤家主出于礼貌，加上对方年纪大，是长辈，战浩宇客气的问好。这凤家主回以微笑：“战三少爷也要走了吗？”“是呢，酒喝多了，有点醉了，准备回酒店休息。”他就看向了凤晴。凤家主适时的把亲生女儿正式介绍给战浩宇认识。2个人客气的握了握手。对于凤家主身边的凤若，凤家主没有介绍，战浩宇也不看他。这凤家主呢，带着一家人很快就走了。战浩宇也向明总告辞，然后走向斜对面的丰泽酒店。2家酒店距离那么近，那还是有好处的。那这不啊，他喝了酒不能开车啊，步行几分钟就能回到自己的地盘啊。数分钟后，战浩宇回到了位于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，在沙发上坐下来后，他马上掏出手机打电话给大哥。战印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：“大哥，大嫂回来了吗？”虽说是大嫂，战浩宇也不敢随随便便联系大嫂，总要经过大哥才敢联系大嫂。还没有，后天才回来。你找你大嫂有事啊？战印还在忙着呢。老婆不在身边，回家面对没有老婆的家，他会更加的想老婆，还不如在外面应酬谈生意呢。忙忙碌碌的呢，能减轻他的相思之苦。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今晚出席了江城的一场宴会，见到了一个人，咋一看去跟我大嫂有个3、4分的相似，细看下更像海玲姐。战印马上说道：“我可以肯定，我丈母娘只生了你大嫂姐妹俩，多一个都没有了。以她的能力，是早就把海童家的人口有多少个查得清清楚楚的了。海童的老家她也陪着去了数次，通过和其他村民的交谈，也可以肯定，她那个没有见过面的丈母娘是只生了2个女儿，就是因为她丈母娘只生了2个女儿，在村子里都被人在背后说是绝了后，就是因为只有2个女儿，没有儿子，海老头那些人才敢欺负他老婆姐妹俩。我知道大嫂只有海玲姐一个姐姐，就没有其他姐妹了。不过那个凤家千金跟海玲姐是挺像的，跟我大嫂也有点像大哥。那你说我大嫂会不会还有表姐妹之类的？战印肯定的倒不可能，我丈母娘也是姐妹俩，她姐姐就是商太太。商太太几个孩子我们都清楚，那除了商小飞，你大嫂没有其他表姐妹的了。再往上数就是商太太的那一代，那她是否还有其他姐妹？战印又说到，商太太说过她就姐妹俩，父母家人都死光了，只有姐妹俩活着，没有了亲人才会被送进孤儿院的。浩宇，你刚刚说凤家千金啊？战印总算捕捉到了重点，是凤家千金凤晴。凤家的话题也多，说起来能说上几天几夜，我就不跟大哥说那么多了。
长话短说，凤晴是凤家主的亲生女儿，但是在出生时被管家恶意调换了，管家的女儿成了凤家的千金，就是如今的凤家二小姐。凤晴这个真千金反而在管家的老家长大，吃尽了穷苦。听说管家一家子对凤晴很不好呢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这件事被戳破了。凤晴这个真千金最终回归凤家，成了凤家大小姐。她回归凤家也才1年时间，看上去软弱可欺，其实就是扮猪吃老虎，跟我二嫂是一类人。战印打断她的话，别人家的八卦我没空听，我倒是知道一点。我丈母娘原本姓凤，后来被收养后改姓洪的，不过她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，商太太没有说，只知道她被洪家收养后改名洪家慧。商太太的闺名我听奶奶说过，叫凤莹。战浩宇一拍大腿，大嫂跟凤家肯定有点渊源。凤姓很少见的，商太太姓凤，说不定就是凤家出来的人，而且不太可能是旁系，极有可能是嫡系，因为大嫂姐妹俩像凤晴这位未来的凤家家主。战印默了默后说到，等你大嫂回来了，我跟她说一下这件事，让她去问商太太，希望她的海童不要再卷入是非圈。让大嫂去问，我在江城这边再去打探一下凤家的事，看看凤家有没有孩子流落在外的。那商太太现在都50几岁了，如果她姐妹俩真是江城凤氏家族的人，几十年前吧，凤氏家族肯定出了大事情。那战浩宇想到了乔家是江城本土的豪门，肯定知道这凤氏家族的前尘往事。得了，这又有借口去纠缠乔涵了，私底下打听打听就行，不要大张旗鼓的。你大嫂姐妹俩现在生活的幸福又平静，我不想他们再被卷入是非圈。战浩宇说道，那是自然的，大哥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战印好笑的道，你那张嘴也不知道能否守住呢。我是舌头长了点儿，不过我也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的，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我都不会让大嫂被卷进来的。现在的凤氏家族可以乱的和当年望城兰家那样了。当然了，凤氏家族不如兰家那么有权有势，就算不如兰家，家族内部纷争也不断，主要是凤家的2位千金，谁最后能坐上家主之位？凤晴是亲生的，但她在乡下长大，刚回来1年，根基不稳，就父母兄嫂都偏宠着凤若这个假千金。凤若被当成接班人培养了20几年，忽然间什么都会失去，她甘心啊？鬼都不信她会甘心。你和乔总怎么样了？刚开始行动能怎么样？他现在讨厌死我了，要不是他修养足够好，我想他可能会把我揍了几顿。战浩宇那话里带着笑意，那明显就是不在乎乔涵怎么看他。